来吧，新玩具30 DL 系列的外传阿尔西。哎呀，这个玩意儿说起来拖了也挺长时间了，这不是最近才刚刚补款吗？话说变期的电影热度都基本过去了，外传的阿尔西才出来。其实我现在更想着30后续能不能出那个电影7的造型，我觉得电影7的会更漂亮一点点。来看这一回盒子的外包装，依旧是30的这种风格，挺艺术风的这么一个峰会效果。配件内容：30标配的大地台可以伸缩，一共3对的替换手型，还有一对握枪手已经装上了。2把小枪，造型刻画方面还不错啊，握在手里边的效果也挺服帖的。另外，这一次的30带了双造型的头雕。其实说起来，这2颗头雕都不怎么好看啊。外传的造型其实也都差不多这样吧。一个脸比较长点造型，另外的一个就感觉茄子包似的没长开，这个甚至有一点像孙悟空毛脸雷公嘴的味道啊。然后说一下这款的问题吧，我之前真的特别期待30能出外传这款阿尔西啊，因为毕竟30之前的产品素质，什么擎天柱、大黄蜂、声波、闪电都是有口皆碑的，可能就是因为之前输入了关键词，我期待了吧。来开盒看一看品控，这个肩胛就直接断掉了，它不是掉下来脱胶什么的，它是断了。根部这里有一个双关节的零件，肩胛和它在安插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只靠这么薄的2个小卡扣，然后外边涂了点胶，跟这么粘上去了。另外就是这个轴啊，其实掰起来挺紧的，在开盒的时候你要跟这么折开了，胳膊才能动嘛。哎，就在这个过程中，啪嚓就断掉了，太细了，怎么能这么做肩胛呢？过分了呀！要是走售后的话，我估计得把整个产品寄回去啊，重修一下。那这个替换补件也挺麻烦的，因为这里边都是用轴穿起来的，所以自己用502怼一下吧。但是吧，这个面儿感觉还挺不好粘的，果然粘不住，因为它这个根部是一个受力的位置，用502粘，这个强度完全不够啊，只能将将的放进去。那这个肩胛你在活动的时候还要抠着这一块的关节来回的使力，这粘不住啊。没办法，现在这个肩膀就只能强行的用502粘上去了。我现在里边挤了很大的一坨胶，我得等它干一下。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二个问题，这颗头雕不论它的美型度与否，至少电影里边也不漂亮啊。咱们就不吐槽美型这块的原因了，我就说设计。30在制作 DL 系列的时候，一般来说头雕都是可以发光的，但这回阿尔西头上我并没有找到任何的开关按钮的位置。我后来看了一下说明书，原来安装电池触发开关你需要这样操作。首先后脑勺这里有一个盖子，你要把它卸下来，然后需要用改锥去拧这颗螺丝。这颗螺丝你这样是拧不进去的，因为它的槽口是朝上的，你只能把这个头雕硬拔下来，然后顺着这个孔去拧螺丝。这个大脑里边装2节 LR44的电池，没有问题啊。但是看，它不是磁吸的，是按钮式触发，开关在这里。可是这个头壳里边没有任何的活动按钮零件的部分，所以这颗头雕你想要触发开关，只能把头壳卸掉，按下按钮，再把头壳盖上。所以后脑勺这颗固定螺丝你就不能装上去了，也就只能把这个盖子再填住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每一次在操作眼部灯光开关的时候，都要把这个天灵盖卸下来，才可以去扣这个开关。多麻烦呐！咋想的呀？为啥这么做？其实明明可以看到头盖顶端这里有一个凹槽的分界线，但是它没给你切开，从里边看这是一整块啊！为啥这么做？这样的操作多难受啊，烦人。说完了不爽的地方，我们也来看看它好的地方啊。首先，面部的这些刻线，做的都是相当细致的。这个可是要比擎天柱最早的那个口罩刻线做的精致很多的。头上的这个刺小心一点啊，它这个挺尖锐的，而且我感觉不太像尼龙的材质。
根部这里只有一点点的连接，而且在开合的时候，你需要把这个天线自己插上去。瞳孔里边有着非常不错的纹路刻画，很好看，让这个眼神变得特别的精致。而且当你通过这些麻烦的操作打开灯以后，眼睛里边的光学镜，这种层次感、蓝光点亮起来的效果，真的漂亮啊，很不错。这个算是这款2.7最有特色，而且做的最精彩的一个眼睛，但是被这个很傻的触发开关给毁掉了，这个就让人十分的不爽啊，真难受。脖子这里2段的球形关节，而且里边的机械内构、纹理刻画做的都很精致。衣领这里的金属漆涂装也做了自洗的油污效果，特别精致的汽车人 logo。胸型的这个曲线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虽然尺寸并不大，但是这块圆滚滚的效果做出来了。包括腋下、肋部这里有一些机械的内构展现出来，很好看啊。肩膀在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小心的把这个肩胛双关节挪出来，这块轴还特别的紧。肩膀头子里边也有不错的刻画表现，小翅膀往后旋转一下，胳膊就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，平举可以举到90度，但仅此而已。胳膊的这一块啊，其实没有什么设计蝴蝶关节或者上下抬臂的幅度，这块是死的，只是一个横着的转轴。每次挪这个肩胛都可小心翼翼了。大臂部分2头肌左右可以旋转，包括这上边的一些刻线、涂装做的都很漂亮。这一回的小臂甲设计的有点意思，外侧这里有一段可动的装甲。而且这里你是看不到里边活动的肘关节的，需要把外侧的小臂甲横转90度，挪开让出来这里的肘关节，你才可以旋转，差不多100多度吧。手腕球形关节，包括手指、装甲这里都有涂装的刻画，枪的造型也挺漂亮。后背的小翅膀外转的这个身材体型啊，流线型做的非常漂亮，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2.7造型的一个主要原因。身上的很多科幻的元素，包括曲线的这种过渡效果都很好啊。小翅膀里边你看复杂的层次机械内构刻画，相当的对胃口，散热孔。根部这里啊还是可以拉伸的，滑道可以拖出。然后这里边有多段的旋转轴，包括这个根部也有一点点的活动关节。小翅膀的可动范围还可以。脊椎部分30特色的多段关节折叠龙虾背，但是只有区2层，上面已经是背部装甲了。这回2.7的这个脊椎的刻画差了点意思啊，没有当时玩到擎天柱时候那么惊艳。不过这里边的细节刻线的，包括腰内侧这里边的一些细节纹路做的都挺漂亮，涂装也很赞。胸部上面的这一段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可动的幅度很大，也可以摆出弯腰的姿势。腰部的这一段关节里边也有左右旋转，但只能转到45度左右，配合上方的这个关节啊，幅度就很大了。扭腰也可以扭成那种 S 型，包括肚子内部这里细节的勾勒。裙甲的造型也很漂亮，包括大腿这些曲线的刻画、内构的细节、外部的装甲，以及这一块仿肌肉纹理的一个走向，腿肚子这种圆滚滚的，内侧突出肉感的这种，这也是外转系列的一大特色啊。小内裤抠起来摘掉，这里就可以安插地台了。而在活动腿部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外侧的这一条吊带抠起来。这已经不能算侧裙甲了，丁字裤的吊带，把它掀开，掀到一定的幅度以后，你才可以前踢到90度，不然的话这块阻挡。后踢几乎没有，10几度吧，被这里的造型卡住了。侧踢也踢不到90度。关键问题就是这一次的胯部轴并没有设计下托的双关节外摆，只是直直的一根轴穿在里边，所以局限了一些可动的范围。
大腿根部左右有一点点的旋转幅度，也不大。膝盖这里的刻画，小齿轮层次感都很丰富，金色的点缀效果也挺好看的。弯折的时候，膝盖的这块装甲会跟着一起联动下来。哎，这感觉，这就是成品合金玩具应该有的素质了。下边这段的关节可以折到个70、80度的样子啊，上边的这一段还可以进行弯折，里边膝盖的零件也不会脱肉啊，还有一个挡肉的也给你堵了出来，所以这个腿部屈膝也可以折到130、40度，范围已经可以了，管够用。小腿装甲的这一片刻画张力很强，包括小腿肚子里边，看这些金属的细节勾勒，非常不错啊。整个的脚踝这一块，整脚面的接地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关节拖出来，接地范围不错，前后也可以活动。脚后跟的这个轮子中间的这一圈应该是一个合金的零件，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可动范围的，并不是说轮子在转，它可以上下的调整，也就是说你人行的时候应该是贴上去的，它脚后跟在这里。当然也可以变成旱冰鞋，耷拉在腿上辅助快速移动。脚尖造型的刻画细节也可以，同时这一块还有一定的活动范围，也是个合金的零件。轮胎倒是橡胶的材质，纹理刻线、泥污的感觉倒是也有做出来。因为腰部这些多段的可动关节吧，也可以做出来这种很骚气的摆胯姿势啊。但还是因为我这边不太敢动这个肩膀啊，手臂也只能将将的摆一下了。所以总结一下吧，30这回推出的这款 DL-X 的外传阿尔西啊，真的玩到了以后让我的心情无比的忐忑啊！喜欢吗？是真的喜欢。不论是这个角色，还有在一些细节的刻画上边来说啊，其实我都挺满意的。就是两个让我不爽的点，一个肩甲设计的地方太薄了，特别的容易断；第二个，脑袋本身发光机构是一个特别显眼的地方，但这一回操作起来，你还要卸掉头壳这样去按开关，着实是。我觉得这个设计的在结构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再优化一下，把脑门的这一块做成一个开关不好吗？你再不济了，你把电源开关放在后边，用后脑勺去激发，效果也好嘛。而你现在需要整个的拆掉头盖，一遍又一遍的安装，你还得必须把这颗螺丝卸下来，不能装上去，这个是有点烦人了。而且这一款的售价啊，将近1200块钱。我一开始一直觉得30的东西性价比挺高的，最早的时候大黄蜂800左右，对吧？擎天柱1200到1300，声波、闪电这些也都是1100、1200左右的预定价格。到了现在，阿尔西这么点一个，它其实和大黄蜂差不了多少啊，甚至整体拿起来的分量都没有那个大黄蜂重。身上的合金零件虽然我知道它只是做在了骨架上面，但阿尔西这毕竟是一个女性角色嘛，它肯定要做得更加纤细。用料材质没见得比以前多多少啊，做工方面也是30标准的水准，但是为啥价格这玩意儿1200块钱啊？1180拿下来的。30现在也逐渐退出了性价比的这个行列里边，可能这也是产品越做越多，厂子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开始慢慢的涨价了。说实话，这个东西放在冰人圈里边也能买一个第一梯队的产品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你说这个东西素质高吗？我觉得还可以啊。其实各方面表现来说，我觉得还都挺喜欢的。但是两个太致命的点，又让我觉得这款玩起来会非常的纠结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，我觉得它不值现在这个售价呀。一开始我对它估计的，也就是跟大黄蜂差不多的价格，可能比大黄蜂贵一点点啊。我估计给它预估了900块左右的预算。1000以里吧，但是现在啊，将近1200的价格，基本上和闪电声波一个价位了。所以30 DL-X 的这款阿尔西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所以综上所述啊，除了预定的玩家们，我倒是不建议大家现在第一时间购入。而且我看网上的价格现在竟然还有涨起来的趋势，已经快1300了吧，1290左右的现货价格，很多商家在卖啊。哎，咋说呢？
大家自己考虑吧。这是一款优点和缺点也都十分明显的产品啊。我也是尽量给大家把这些东西都展示出来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30DL 出品的外传阿尔西就是这样了。我看看我这肩膀胶干了没有。